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oney Life 美股频道，我是 Ace。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周日，本周的美股复盘加推演节目。我们知道，因为 SpaceX 代号 SPCX 这家公司很快就要上市了，整个太空板块非常火热，所以呢，我还是会着重来聊太空股票，特别是我持仓的 RKLB 以及 SATS。昨天早上，Ace 发布了 SpaceX 招股书的分析，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呢，我会聊到 SpaceX，因为它现在同时有太空业务以及 AI 业务。太空业务呢，我们可以将 SpaceX 和火箭实验室进行估值的对标，而 AI 业务呢，又可以和早前 Ace 比较关注的 New Cloud 星云业务进行对标。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，欢迎大家通过视频下方的 V link 链接找到 Ace 的社交媒体指南，包括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在国内的 B 站。欢迎大家通过加入 Patreon 成为我的会员，里面有交易更新、Discord 群以及 VIP 交个朋友不同的级别。而在国内的朋友可以通过 B 站的充电加入会员社群，当然也欢迎关注我的 Twitter，上面我会时常做一些更新，目前都是免费的。对于有开户需求的朋友，欢迎大家通过我的富途木木或者是 OKX 的注册链接开户进行不同的交易，感谢大家。视频开头按照惯例，Ace 和大家分享目前最新的仓位百分比，占大头的仍然是上方的太空 RKLB 39%，SATS 11%，两倍 SATS 也就是 SATG 4%，加起来也是超过了50%。那么本周呢，RKLB 我是进行了减仓，而 SATS 是进行了加仓，一减一加。那么 RKLB 减仓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股价我觉得是比较高了，而 SATS 呢股价表现很差，但是我觉得它确实还是有估值洼地。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，SATS 我是把它当做现金看待，所以对它的投资回报率要求没有很高，这也是加仓的另一个原因。在接下来视频的部分，我会详细阐述这两只股票 RKLB 和 SATS，告诉大家我对它们未来股价的看法。而下方呢，特斯拉是没有任何变化，英伟达只是把之前的2倍做多 ETF NVDL 完全换成了 NVDA。周三，英伟达财报表现一般吧，然后股价是掉了一些。我是小幅度加仓了 NVDA 的正股，目前呢是有6%的仓位。请注意啊，我的特别组合也有 NVDA，也有 ASMI，我是把它们分开来看待的。而在光通讯方面，是我本周加仓的另一个板块，加仓幅度不大吧，但是总体的仓位一方面随着加仓，一方面随着它的股价在上升，从之前的10%不到来到了12%以上。其中最大的仓位还是 LITE 4.6%，TSEM 没有变2.8%，而我加仓的主要是 SIVE 和 SOI 这两只比较市值小的股票，投机性比较强的股票，或者是说上升动能和潜在空间短期内也比较大的股票。目前这两只股票的仓位都是接近于上方 TSEM 的仓位了，之前他们本来要小得多的。那么也非常开心，这4只股票最近走势都不错，特别是 SIVE 和 SOI。最后呢，HIMS 没有变6%的仓位，MSTR 4%的仓位，特别组合也没有变，目前这个特别组合的收益还是60%左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个股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在我的持仓公司里面已经添加了 SPCX Space Exploration Technologies，也就是 SpaceX 这家公司，非常期待它能够6月12号准时上市。那么临近上市之前，我还会出视频，单独再告诉大家我的打算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火箭实验室，这支我自己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公司。值得说明的是，本周我是卖出了一些股票，然后呢，我觉得股价确实有点过高了。我接下来会阐述一下我的看法，但是我先提醒大家，我对这家公司长期是看好的，但当它股价过高的时候，我会向大家稍微泼一下冷水，让大家冷静下来。其实上次我也是这么做的，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上次它的股价来到85以上100左右吧，我就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再买入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在那个节点，我认为太贵了。我自己呢没有能够在100这么高的位置去减仓，是在85左右进行了减仓。我们知道随后的股价就是下跌，一路来到冰点，非常的吓人，然后才是一轮暴涨。
现在会不会出现上一次80之后迅速回调的情况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接下来我把我知道的信息给大家，大家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去判断。ACE 接下来主要聊3点内容。第一点，增发30亿美金增发。第二点，中子火箭进度因为 Interstage 中间级出了问题。第三点，估值将它和 SpaceX 进行市销率的对比。我们先来看增发吧。本周宣布30亿美金增发，我是比较意外的，因为在刚刚进行的2026年一季度财报上，公司才高调的说我们有20亿美金的 liquidity 流动性了，听起来好像很多钱是吧？但是转手呢就宣布30亿美金的增发，而且30亿美金的增发，相较于之前这些增发的幅度是跨步更大的，特别是相对应当时增发的股价来看，我们就看最近的一次跨度吧，从10亿到30亿，而股价是从当时增发的70.5跳到了现在的130。股价没有翻倍，但是增发金额却是多了2倍，所以我才说这次30亿的增发步子迈得比之前大了很多。我不理解的地方不只是增发的时间点，更是说为什么上次2026年3月要增发？要知道，在上次增发之后，我自己是相当激动的，因为当时我就在想，肯定有大动作。但是等呀等，等了好久也没有等到大动作，所以这次30亿美金，我也不想去等这个大动作，就看到底会发生什么吧。还有一个我不理解的地方就是，2026年3月公司宣布的10亿增发，包括一些衣领策略的期权。它的顶价86.1，远低于现在的价格130，所以呢，公司如果还没有发行这部分股票，它也只能按照86.1去发行，而不是按照130去发行了。那么当时我想，既然要做这个策略，说明首先他们4.5亿美金很着急用钱，其次呢，他们觉得股价可能会超过86.1，但是不会超过太多，对吧？如果超过太多，应该等才对呀。现在就真的搞不懂，当时公司为什么做了这么一个决策。有很多人就说：“哎，Ace，你难道比得过对方的 CFO 吗？为什么要去质疑公司的增发呢？公司拿了这么多钱，在这么高的股价不好吗？”我没有说公司拿这些钱为未来储备不好，只是站在投资者的角度，我觉得应该正常的去质疑一下3月份增发的动机在哪里，是不是合理，是不是一个明确的决定。那么从现在我作为投资者的观点看来，我觉得存在很大的疑问。接下来更重要的是，火箭实验室屡次增发之后股价的走势，我会告诉大家增发宣布日期、宣布当天公司的股价、宣布后股价的低点、低点距离当天的股价的跌幅，以及股价低点日期和之后的走势。先来看屡次增发之后它的股价低点和跌幅吧。2025年3月5亿美金增发宣布之后跌了18%，来到相对低点。然后9月7.5亿美金宣布之后跌了16%，来到相对低点45块左右。2026年3月，也就是最近的一次，它宣布之后，股价是从大概增发当天的价格78.59跌到了57.38，是跌了27%。所以呢，上次3月份宣布之后，股价的跌幅是最大的。但是股价在宣布增发一段时间下跌之后，并不代表还会继续下跌。我们来看具体发生了什么。25年3月，那么在它下跌18%之后，没有再跌破当天增发的价格了，之后就上涨了，很好。2025年9月，股价在跌了16%，来到45的低点以后，迅速上涨，但是随后又急剧的下跌，来到11月的冰点37.57，37.57的价格也跌破了2025年9月15号宣布增发当日54的价格。而最近的一次3月17号宣布的增发，宣布当天价格是78.59，然后呢，一段时间很快十几天吧，就跌了27%，来到了57的价格。之后，它曾经短暂跌破过宣布增发当天78.59的价格，但是随后就起飞了，也就是最近我们看到的走势。
这次30亿美金的增发，宣布日期是5月20号，宣布当日的股价是134.28，因为刚刚才过去几天嘛，所以数据没有很多。那么目前来看，宣布之后股价的低点是123，下跌了8%。那么这个低点的日期其实仅仅是5月20号之后的一天，5月21号，然后呢就到了现在的时间。所以呢之后的走势我是打了2个问号，我不确定之后的走势怎么样，只是可以大概的判断。每次增发之后，肯定会有一定幅度的下跌，最低的下跌幅度是16%，最高是上次27%，而这次8%我标红了，因为刚刚过去2、3天，所以暂时不能判断。我们看它还会往8%以上走，还是说8%真的就是这次最大的跌幅了。聊了第一点增发，我们来聊第二点中子火箭的进度。因为就在前2天，有人就拍到了这张照片。这张照片是中子火箭它的 interstage 中间极，可以看到很明显，中间这里完全破了。我们知道碳纤维就是这样的，如果它的受力到达了极限的上方，它就会破，而不是像 SpaceX 用的铝合金，它可能会稍微变形。碳纤维的话就直接会破掉。这次我想告诉大家一些我真实的想法。首先第一点，大家看到网上那些说这是好事的评论，非常的荒谬。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中性的，这也可能是一个中性偏负面的，但这绝对不是好事情，对吧？我看好多博主，一些外国的说这是 a good thing，说火箭实验室很 transparent，这跟 transparent 没有关系啊。这个中间极破了，而且公司明确的说这是在计划之外的破，公司已经承认了，所以这绝不可能是好事。我们千万不要把坏事说成好事，这非常的荒谬。这次中子火箭 Interstage 测试出问题，和上次 Stage One Tank 出问题其实是差不多的。我为大家举个例子啊，请注意这只是例子，不代表实际的数字。假设公司实际想测试的 limit 极限是它合格的150%，意味着100%是 qualification 通过，但是公司说我想测到150%，看能不能通过。他们也希望150%能够通过，但是不管是 interstage 还是上次的 stage one tank，都是还没到150%，它就破了。所以呢，这个 damage 是公司计划之外的，意味着公司是有一定的期望能够通过自己的150%这个极限的，但是它并没有通过。所以好的地方是它超过了100%，你要硬说它也可以 qualification 可以 QC 了。但是不好的地方，公司它的测试结果不及自己150%的预期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物料的浪费。你想啊，这个碳纤维它很难做出来。上次 Stage One Tank 是第三方供应商做的，这次 Interstage 是自己做的。本来都是期望通过刚刚我举的这个例子中的150%的极限，然后就直接用的，直接在第一次就发射的。它并不是公司计划就测试要失败要报废，不是的。其实公司都要用，特别是这次 Interstage，公司在早前曾经明确说明，一旦通过就要怎么样进行下一步组装之类的。所以希望大家明白我上面说的这个逻辑，对吧？第三点，我们来看估值，这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了。那么在这里，我刚好研究了 SpaceX 的招股书嘛，所以更新了一下 SpaceX 的市销率。我看到网上有人说，现在火箭实验室市销率比 SpaceX 低，其实这个说法严格来说是不对的。为什么？我们来看具体的数字。2026年年底。从年底就是看未来3、4个季度吧，它的市销率啊 ，SpaceX 预估营收238亿，但是如果要算上和 Anthropic 接下来合作的营收，会暴增到326亿。按照 SpaceX 2万亿的估值，请注意啊，不是17500亿，我直接稍微往上浮一点，按照2万亿的估值了。当然，它上市的这个估值可能更高，可能25000亿都有可能。目前我就用比17500亿高一点的2万亿来计算，这样算出来不算 Anthropic 营收，也就是不算 AI 的营收，公司的市销率84，算的话只有61。而下方红色火箭实验室呢？火箭实验室预估啊，2026年营收是不到10亿美金，这里我放的是9.7，目前公司的市值是785.87亿，这样算下来，公司的市销率就是
81，也就意味着目前公司81的市销率和 SpaceX 按照2万亿且不算 Anthropic 合作营销之下的市销率是差不多的，就差了3、84、81，非常接近了啊。如果你算了 Anthropic 的营收，那么火箭实验室的市销率81就要远高于 SpaceX 的市销率61了。而且如果按照这个方法论的话，2027年 SpaceX 市销率会更低，那么它们两者的差距会更大。按照这两个数字的话 ，RKLB 现价 versus 按照 SpaceX 市销率对应的 RKLB 的目标价来说的话，如果是不算 Anthropic 的营收，还有4%的涨幅；如果算了 Anthropic 的营收，那么现在的股价就高于这个目标价了，就要往下跌24%。希望以上 ACE 的观点分享能够帮助大家了解这家公司在过去2周发生了什么，也希望能够辅助到你去判断它未来的股价走势。但是我要明确说明，任何公司去判断它短期的股价走势，运气成分都很大，都是很难的。我自己不建议在这样的高点去买入，而我自己呢，其实是在126接近130的价格进行了减仓。刚刚大家也看到了，目前火箭实验室的市销率相对比 SpaceX 2万亿的市销率已经不低了。如果硬要算上 SpaceX Anthropic 它的营收预期的话，其实现在 SpaceX 的市销率要远低于火箭实验室。再加上 Interstate 出了问题，我也告诉大家不应该解读为利好，它再怎么讲只能算中性吧，不能算利好，甚至是中性偏差。基于以上，还加上之后可能会有一些，这个股票增发的承压，我觉得适当止盈完全没有问题。那么我们一起来期待接下来火箭实验室在6月12号 SpaceX 上市前后，它的股价到底会有什么变化。聊了很久的 RKLB， 接下来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SATS 回声新通信这家公司最近股价的走势非常让人失望，其他太空公司都在涨，但是它从周一夜盘开盘最高点147，连续的下跌，那么周五收盘价才来到了124，目前的市值才359.95亿，360亿都不到了。为什么我会如此的这个感情强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公司持有多少 SpaceX 的股份。这张表格是我的 SpaceX 招股书里面的一张表格，它展示了招股书明确显示的个人以及公司股东他们占比多少。其中 EchoStar SATS 它持有 SpaceX 2.09%的股份。请注意啊，我这个2.09%是基于 SpaceX IPO 会稀释大约6%股份的基础之上了，也就是已经考虑到一部分稀释了，它仍然会占有2.09%的股份。那刚刚我说 SpaceX 我们按照2万亿的市值来计算嘛，那2万亿乘以2.09%已经是多少？大家马上算一下，这已经是400亿以上了。也就意味着，如果我们完全尊重市场的定价，现在市场认为 SATS 这家公司它的市值360亿不到，是因为它公司本身不仅1毛钱都不值价，而且还值负的40亿。当然了，这么说的假设就是 SpaceX 能够维持住2万亿的股价表现。为什么要说维持住呢？因为 SATS 尚未拿到 SpaceX 的股份，这个2.09%是一张支票，还没有拿到，未来一定会拿到。但是拿到的时候，可能有的人觉得 SpaceX 的市值没有办法撑到2万亿，这个不是我的观点，我的观点是我会在上市第一天去买入 SpaceX 的股票，且长期持有，且以后它的股价市值肯定会在2万亿以上。那么基于这些观点呢，在 SATS 股价下跌的过程中，我进行了以下操作。首先呢，我将正股换成了部分的2倍看涨期权 SATG。其次呢，正股在周四周五持续下跌的过程中，我在进行加仓。当然了，我加仓还是比较克制的，因为 SATS 的股价走势确实太令人失望了，我也不敢说把自己全部现金都加进去，只能说慢慢的加，慢慢的加，期望它能够回归自己的估值。
而 SATS 我要不要在6月12号 SpaceX 上市之前把它卖掉，买入 SpaceX 的股票呢？这个我觉得我会根据当时 SATS 的股价再来做考量。你比如说，如果 SATS 的股价很低，甚至低于现在的124，我可能会考虑持有一段时间。但是如果它迅速的反弹到140，就是高点的上方，那么我就可能进行果断的止盈，然后用这部分资金来买入 SpaceX 的股票了。具体的决定，请大家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会在 SpaceX 上市之前再出视频做专门的解析。聊完了太空，接下来 Ace 花几分钟来聊一下最近非常火热的 New Cloud 星云。特别是 Nebius 这家公司，它的股价上天了。那么在 Nebius 股价很高的时候，我在 Twitter 告诉大家我去做空了，然后呢比较幸运，它股价后来跌了一些，我就平仓了，赚了4-5千美金。然后很多人就开始嘲笑我，或者是讥讽我，因为很多人很爱 Nebius 嘛。可是我的观点没变 ，Nebius 真的太贵了，目前不值得我去投资。为什么我想来聊星云？就是因为刚刚提到的 SpaceX， 它有1吉瓦的算力，那么它的年化营收把算力租给 Anthropic 会有高达150亿美金。我们来看一下啊 ，CoreWeave 目前1季度它有略超1吉瓦的算力，那么他们2026年的年度营收指引125亿美金，这略小于 SpaceX 的150亿美金，对吧？而 Nebius 右边呢，目前它的年营收指引2026年32亿美金，它的 ARR 80亿美金。但是呢，截止1季度，它的已部署算力，我预估啊，大概只有300兆瓦。从算力部署、算力储备来讲 ，Nebius 远低于 CoreWeave， 也远低于 SpaceX。但是，它目前的市值545亿美金，已经逼近 CoreWeave 573亿美金的市值了。曾经在本周一度超过了 CoreWeave 的市值。所以我觉得真的不懂那些在吹 Nebius 现在还可以买的朋友是怎么想的。可能它未来还会成长，就像我们认为火箭实验室还会成长，但是大概率它会有一个坎。基本上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本来想和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信息，但是呢，我儿子刚刚提前起床了，我没有时间再去录视频了。最后简单说一下光通讯。Lumentum 走势一般，不过呢也没有破位，可以看到它连续几天跌破了红色20日均线之后，又反弹上去了，还是比较稳的。我告诉大家 ，Lumentum 跌下去不要慌，不要慌。如果跌得太深，一度接近60日均线的话，就是买入机会了。那么很可惜，没有跌到60日均线，我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加仓。而 Tower Semiconductor TSEM 这只股票，我自己是比较看好的，它可以说是 LITE、SIVE、SOI 加上本身 TSEM 里面4只股票我最看好的。它在前几天股价也一度跌到了240，就是去补了财报之后的上涨跳空缺口，补了一半吧，然后就迅速的反弹了。TSEM，我在本周应该是没有加仓。我本周加仓的主要资金是在 SIVE 和 SOI， 还是投机性比较强的，因为我觉得我反正资金少，都已经赚了一些了，那就去追这些已经涨了很多的小票吧。SIVE 涨得特别疯狂，又是新高了，我觉得接下来还会涨，但是能涨多少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建议大家在这个位置大仓位去追了。如果你和我一样买入的，那就享受这个上涨就好了，或者是小幅度加仓。而 SOI 我也进行了小幅度的加仓，它的股价走势也一样，回弹到红色20日均线就马上反弹了，而且呢，它在5月27号接下来就会有财报，非常期待财报之后的股价表现。好的，感谢大家观看我今天的视频。如果我的信息对你投资美股、了解更多公司有帮助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马上就要8万订阅了，最近的增长很难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。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